走进现实生活，讲述离奇故事。大家好，我是小陈，欢迎观看陈峰故事。2007年4月3日，有亚洲女首富之称的香港女富豪龚如心病逝，留下的巨额资产预计超过400亿港元。3天后，其家人宣布，按照龚如心生前遗嘱，遗产除了用于照顾老人家所需外，余数全部拨入华茂基金做慈善事业。然而，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仅仅几天后，就有一名神秘男子召开发布会，我是龚如心遗产的唯一受益人。这个神秘男人便是龚如心的御用风水师陈振聪。当时有不少人以为陈振聪这个发声应该是恶作剧，或者是痴心妄想。谁成想，陈振聪当即拿出一份龚如心的遗嘱，上面赫然写道：我将本人的遗产余款遗赠陈振聪先生，该等遗产余款包括任何地方、任何种类及叙述的动产与不动产及其委任权，而且不论现实拥有亦或日后获得。这个发布会后，整个香港乃至整个亚洲的街头巷尾都在谈论龚如心遗产的话题，可谓是轰动一时。于是人们纷纷好奇，陈振聪不过是龚如心的风水师，为何会卷入到龚如心的遗产继承官司中呢？一切都要从1990年的一桩惊天绑架案说起。龚如心的丈夫，也就是华茂集团主席王德辉说起。王德辉与龚如心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创立了华茂集团，大力向房地产发展。经过10年打拼，便成为相当最大的私营地产商之一。在获得巨大的财富后，却让很多人眼红。在1983年，王德辉便被绑架，龚如心支付了1100万美元的赎金后救出丈夫。可是到了1990年，王德辉再次遭到绑架，并且狮子大开口索要6000万美元的赎金。不得不说，那个时代的香港治安确实太差了。那个时候华茂集团太有钱了，龚如心也没有把这6000万美元放在眼里。爱夫心切的龚如心对别人说，别说是6000万美元，就是6亿美元，我也会照付不误。然而让龚如心没有想到的是，钱虽然打了出去，丈夫却再也没有回来。发生这种情况的可能只有一个，那就是绑匪不讲武德，进行了撕票。但是龚如心并不愿意相信，直到有一天，警方给龚如心送来一条恶讯：我们抓到了绑架您丈夫的劫匪，他们招供称已经将您丈夫抛入公海。他们在说谎，我丈夫是有福之人，不入无福之地。在事实面前，龚如心完全不肯接受现实。王德辉被撕票的消息在香港很快传开，各界对龚如心都充满了同情。尽管有的人还住着鸽子笼，连老婆都娶不上，却在同情这个只剩下钱的女富豪。然而，并非谁都这样患得患失。陈振聪就像他的名字一样，发现了其中的商机。如果能傍上龚如心这个女首富，也许自己下辈子也花不完了。可是，如何才能傍上龚如心呢？那必须要施展自己祖传的风水秘术。陈振聪曾偶然在已故父亲的箱子里发现一本天图布局，在深入研究后，便以风水师示人。为了打通与龚如心的关系，他特意找到香港立法会议员，也是龚如心的老朋友梁斌。梁斌有一段时间失眠，听朋友介绍找到陈振聪。陈振聪用风水秘术在梁斌家里做了法，梁斌从此便不再失眠，对陈振聪很钦佩。陈振聪对梁斌说：梁议员，
我最近夜观天象，发现一桩蹊跷事，关于你的朋友龚女士的。很多人都说王德辉已经不在人世，但是我却看到了王德辉的星象。星象虽然微弱，却还一直闪烁，说明王德辉并没死。此言一出，梁斌也难以置信。随后去探望龚如心时说道：“如心啊，你这样伤心也于事无补啊。我有一位交往颇深的风水大师，通过占卜得知德辉仍在人世，你要不要见一下？”当时龚如心伤心欲绝，只要有一丝丝机会也不会放弃，于是立刻请梁斌帮忙约见陈振聪。在第一次见面后，龚如心说：“陈大师您好，我听梁先生说您的风水秘术很厉害，可以帮我寻找丈夫吗？”陈振聪闭目凝神一会儿说，故弄玄虚地说：“哎，说来也是缘分，我那天夜观天象，恰巧看到了你丈夫的星象在向我闪烁，似乎是在向我求救，我又岂能坐视不管？虽然绑匪将您丈夫抛入公海，但你丈夫是福大命大之人，抓住了一块木板，顺着洋流飘到了一个小岛上。只要我们用心寻找，肯定会找到他的。”这一番话可谓是正中龚如心的心怀。为了寻找王德辉，龚如心屏退众人，留下陈振聪为其做法。这个时间长达1个小时。据陈振聪后来所写的回忆录记载，陈振聪在帮龚如心做法后不久，龚如心倾诉了这一段时间以来自己头疼的苦恼。自从我先生失踪后，我的头经常痛，请问大师可有办法解决？陈振聪想了一会儿说：“我祖上传下一门绝技，能让人忘却烦恼，但是你要配合我。”龚如心点头说：“那谢谢陈大师了，酬劳方面我是不会差的。”陈振聪说：“相识就是缘分，金钱不过是身外物罢了。”说完，陈振聪让龚如心半裸着身体，脸朝下趴在床上，然后将按摩油均匀地涂抹在龚如心的后背上，然后用掌心慢慢地推，嘴里说着：“放轻松，放轻松。”龚如心以为只是寻常的按摩，认为陈振聪不过是沽名钓誉之徒。然而让龚如心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他不注意时，陈振聪的手突然从他身部的两侧用力挤压，直接滑进了龚如心的前胸。陈振聪的指法柔顺，恰到好处，没有让龚如心产生一丝的排斥。只见龚如心身体一颤，竟如触电一般动弹不得。陈振聪不待龚如心反应过来，就用手指继续向下指压到臀部，几番揉压下来，龚如心一段时间以来疲倦的身体瞬间充满了活力。只见龚如心的脸色泛红，眼色已经迷离，身体完全不由得自己做主。这时，陈振聪将手伸向了龚如心的下体，轻轻地对龚如心说：“亲爱的，翻过来，让我为你的正面做法。”待陈振聪来见龚如心的梁斌一直在大厅等候，他不明白这一次陈振聪做法的时间为何如此之长。过了好一会儿，陈振聪才单独出来，只见他头上有一些汗，衣衫略微不整。梁斌见到陈振聪后便问：“陈大师，这次做法很困难吗？”陈振聪说：“这次遇到高手了，王先生该是有此一劫。我在做法寻找王先生下落，刚要有眉目时，竟然有一位高手从中阻拦。我与他斗法300回合，虽然侥幸胜出，但是却彻底找不到王先生的星象了。看样凶多吉少。”梁斌感叹一句：“看来天命难违，如心怎么没有出来？”陈振聪说：“龚女士爱夫心切，在我与高手斗法时，她也加入进来。此时心神俱疲，正在休息，
我们先走吧。梁斌见状，也只好如此，便跟着陈振聪离开了。很快，龚如心就从梁斌那里要来了陈振聪的联系方式，并给陈振聪送去53000元的风水咨询费。自从这次做法以后，陈振聪就成为龚如心的座上宾，几乎3天2头就被请陈过去，动不动每天10几20通电话，甚至常常半夜也要过去做法。做法的酬金也是水涨船高，每次都是以亿为单位。当然，对于陈振聪真正的风水建议，龚如心也是言听计从。他认为陈振聪还是有点技术的。1999年，龚如心的丈夫王德辉被法院正式裁定为死亡，这就涉及到华贸集团的归属权问题了。如果王德辉没死，华贸集团是他们夫妻2人创立的公司，但是王德辉死了，就涉及到财产继承问题了。王德辉的父亲王廷新随即与龚如心开始了长达数年的遗产争夺战。在官司的关键时期，王廷新拿出一份王德辉所立，以他为遗产受益人的遗嘱。龚如心在1审和2审相继败诉。众所周知，连败2次后，龚如心基本败局已定，华贸集团水煮沉浮，一时无法定论。在败诉后，龚如心认为请再贵的律师也无济于事，便想到了请风水大师陈振聪帮忙。龚如心打电话给陈振聪：“阿聪，你知道我是最相信你的，你看看我应该如何破局？”陈振聪没有犹豫：“依我看来，家翁定是找了风水高手，提前布局才能胜诉。我早就让我出手，你就是不听。那现在该怎么办？你还有办法吗？”“办法肯定是有的。这样吧，晚上我到你那里做法，看看破局之道。”当晚，龚如心派人去将陈振聪接到自己在浅水湾的别墅。陈振聪看到龚如心一脸憔悴的样子，就说：“我先帮你去晦气，让你精神一点。”在经过一番操作后，陈振聪满头大汗地说：“我进别墅时，已感受到对方的风水气势，压得人喘不过气来。要想破此阵，必须漏掉对方的气势。”然后陈振聪给龚如心摆风水大阵，在华贸总部楼下挖了一个9米深的风水洞。让人意料不到的是，龚如心在2005年7月上诉到香港终审法院，2个月后，终审法院就判龚如心胜诉。为了感激陈振聪，龚如心向他支付了688亿元的报酬，并龚如心更加信任。为了给龚如心的事业保驾护航，陈振聪不辞辛劳，到处挖风水洞，有的是为了打压竞争对手，有的则是为了消灾延寿的。据统计，陈振聪给龚如心挖过的风水洞多达10几个。最让人感觉到不可思议的是，龚如心甚至将生命都托付到陈振聪的手上。当时龚如心被确诊出卵巢癌，为了活命，他迫切地需要陈振聪为自己逆天改命。为此，陈振聪多次为龚如心做延寿法事，收费近20亿港币。在陈振聪为龚如心提供风水服务的15年里，陈振聪总共从龚如心那里搞来32亿。即使是再厉害的风水师，在陈振聪这里也得黯然失色。很多人会好奇，为何像龚如心这样的香港富人会如此笃信风水？这是因为香港开埠后，很多客家人来到香港谋生，也带去了风水文化。风水在香港逐渐形成一种特殊文化，不论贫富、阶层、职位，都笃信风水。比龚如心更笃信风水的富豪比比皆是。比如在1985年，钟寅与汇丰
及李嘉诚在中环风水斗法。龚如心作为地产商，自然也看重风水。可惜的是，陈振聪水平有限，龚如心没有在陈振聪的做法下延寿，在2007年4月3日去世，享年69岁。在龚如心去世后，陈振聪便开始大肆挥霍从他那里赚来的钱，大手一挥，耗资12亿港元购买了一架超豪华的私人飞机。再有钱的港商也不舍得一下子拿出这么多钱来挥霍呀。除此之外，陈振聪还购买豪车好几辆，豪华游艇2艘，很快就将从龚如心那里赚来的钱挥霍一空。就在这个时候，陈振聪又打起了龚如心遗产的主意，并拿出那份遗嘱，想要将那400亿巨额遗产纳为己有。陈振聪甚至以自己的风水师身份要夺龚如心的遗产，肯定不行。为了证实手中遗嘱的真实性，陈振聪淡化了他作为风水师的身份，力证自己跟龚如心是情侣关系。为此，他还晒出与龚如心的各种甜蜜情侣照、亲密视频，以及用双人头像定制的情侣马克杯。这一点或许从龚如心的妹妹龚欣欣的说法可以得到证实。龚欣欣说，陈振聪服侍我姐姐，有如古时太监服侍皇帝、皇太后及皇后般。太监往往在人面前唯唯诺诺，用他们赞美的话来拍皇帝及皇太后马屁，以博取皇太后、皇帝欢心。陈振聪经常半夜去给龚如心做法，又这样讨好，难道他的妻子会同意吗？其实，陈振聪的妻子谭妙清非常了解自己的丈夫陈振聪根本不是什么风水大师，不过是一个吃软饭的男人罢了。在他们确定情侣关系时，陈振聪就搬到谭妙清家中进行同居。而陈振聪搭上龚如心这个富婆时，刚与谭妙清正式结婚不到3天。对于陈振聪3天2头跑龚如心那里做法，谭妙清也很生气。但是陈振聪拿着龚如心给他的巨额咨询费到谭妙清手里后，他再也不管陈振聪了，而是心安理得地过起自己的富太太生活。为了讨好龚如心，陈振聪也确实用了很多心思。1994年，谭妙清怀孕时，他可以安排孩子在龚如心生日那天出世，把龚如心感动得一愣一愣的。对于这些，谭妙清都能够忍受。谭妙清最让人看不起的是，在陈振聪夺龚如心遗产时，他竟然出庭作证，我老公根本就不懂风水，他能够征服龚如心完全是靠祖传按摩绝技，不然龚如心咋会给他那么多钱？面对外界对他和龚如心感情生活的质疑，陈振聪更是在法庭上说，爱上一个大自己23岁的人有罪吗？相爱是没有年龄界限的。因为此事已经轰动香港舆论，很多民众听完陈振聪的话后，直接骂陈振聪是香港男人的耻辱。但是不得不说，陈振聪确实有点手段，尤其是龚如心的家人都害怕他。在官司期间，甚至提出拿出龚如心1/3的遗产跟他和解。也就是说，陈振聪只要不继续打官司，就能拿走100多亿。然而人心不足蛇吞象，龚家人越是这样，越让陈振聪认为自己必胜。由于官司涉案金额很高，陈振聪也需要支付天价的律师费。为了龚如心的遗产，陈振聪咬咬牙卖掉了私人飞机、豪车和豪宅。可让自诩风水大师的陈振聪没有想到的是，2013年7月5日，香港高等法院裁定陈振聪手上的遗嘱是一份伪造品。为了鉴定这份遗嘱，
香港高等法院是煞费苦心，还首次引入风水专家作证，与医学、笔迹鉴定一起作为辅助证据，最终判断陈振聪拿出的这份遗嘱是假的。在伪造遗嘱和使用虚假文书2项罪名成立后，陈振聪被判入狱12年。除此之外，他还要支付4亿港元的诉讼费，以及税务局追逃4亿港元利得税及物业税。其实，香港法界对陈振聪的行为是深恶痛绝的，在判词中也是罕见的痛斥他不知廉耻，可算是让这个软饭男受到了应有的惩罚。感谢大家的观看，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陈峰故事，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